嘿，你们好，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耳文哈。今天我们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要一直捕捉，一直捕捉，一直捕捉嘛，把那个路找出来，好吗？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把你捧在手心？谁将要宠爱你了啦？哦，来，这是今天的4张牌。等一下哈，如果要拉近看的时候，你想要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你看几遍就知道这个顺序哈，这个小规则记得按下暂停才能看清楚哦。有些牌很复杂哈。那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那因为它用的元素跟我们原本风水火土的元素不太一样，之前是权杖啊、宝剑、金币跟圣杯，它是改了一点点哈。它比较改成是像第一张是贝壳一哦，贝壳一。那它原本对照的是圣杯哈，贝壳一。第二个是羽毛4哦，原本这个是风能量的，所以是宝剑哈。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宝剑4哦。好，第3张是金石金矿4哦，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土能量哈，之前的金币哦，它是水晶的金啊哈。好。那就是今天的3张牌哈，不用太在意它是怎么重新形容那个4个元素，没关系，我们都是从风水火土来看。好啊，只要牌面上的设计图案很难离开你的目光，那你就选它，就共感强就好了哈。可以着重在图样上就好了，文字可以忽略掉，没有关系，不影响。那么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后，今天的题目是谁将把你捧在手心？哦，好，我们一样哈，选5张牌，今天用动物元素的卡牌来看哈，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比较温馨、比较淡的讯号哈，比较隐晦的暧昧的讯号。来，那可能因为它是全白的卡哦，在画面上可能会有点反光哈。来，5张，第1号，第2，第3，第4，一样我们盖着哈。第5，全部都是随机抽的哈，没有预先翻，然后预先准备哈。我的反应就是临时的反应哈，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所以那个当下的惊喜哈，应该跟你们是同步的。来哈，来再盖一张，我们先好，来哈，核心是用金币5啦，金币5哈。金币5的话，谁将把你捧在手心？先跟你讲一点点的，算坏消息吗？我们不讲好坏，我们讲负能量消息。他跟你还有一段距离，好，我们来确定一下，是否是只是还有段距离，还是他从很远的地方已经来了哈？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天火石权杖是因为它这个牌的讯号其实是它有重新转译过哈，所以要给我一点点时间哈。是不是11好 ？Force the phone。它还没有到你附近哦。这个我可以蛮确定的，因为它这个距离目前啦，距离压的还算远，远。它那一个好，那个旅程往你这边过来的旅程的这一个念头才刚起来，哦，必须说他不知道他是要往你这里走来，不是为了你走来，但他是为了你这个方向在做考量的。再集中一点，他想来你在的国家，工作啊、求学都有可能。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没启程？因为他现在在上一个阶段的休息期，中间的休息期，要给他一点点时间，他正在休息哦，他要花一点时间摆脱旧的东西哦，他已经有新的能量上来，但他还在摆脱旧的东西，需要一点时间，在这是他的休息期。那要休息多久呢？我在想，似乎也算尾声了啦，因为旧的东西已经在丢了，新的东西已经起来了，已经在一个转换期了。你看哈，火能量10跟1在交错了，哦，他要去的地方是1，他现在正在的地方是10，1、2、3、4、5、6、7、8、9、10，又开始从1、2、3、4、5、6、7、8、9、10，对吧？所以他现在要去1了，所以他现在已经是在转换了，快了。那这个休息，我觉得够久了，因为休息这一个概念已经离他远去了，表示他已经不是刚开始休息了，他已经休息到一个尾声了，休息的概念已经离他很远了。好，所以差不多也可以该启动了，只是说，因为金币5哦，它的关系上的贫瘠，连接上的能量的贫瘠，饥渴也可以表示这段距离还不太算凝聚啦，哦，还算遥远的啦，哦，但目前看起来是对齐的哦，这是好消息哦，是对齐的。什么叫做对齐？他在休息前就已经确定要往你这个方向走来咯，所以他才决定要休息，然后他决定要启动。哦，所以遇见他的时间确实是还要再等一下哈。那这个故事线的话，蛮有趣的。他要从很远方来了，远方，我跟你说，这个远方还真的蛮远的哦。哦，他不是你的同一个城市或是你的家乡的人哦。哦，这个故事好像上个月有讲过类似的哦。嗯，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哈。不过上一次我看到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他正在休息，他正在转换。上一次只有看到他要来了哦。那一次好像也是觉得还蛮久的，哦，因为我们抓的时间就3到6个月嘛，3个月就是现在开始之后的3个月的一个可能的趋势，但是它还是因为每日每日都在变化，它有一些些微的变化，但大致的方向应该就没错。那到6个月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未来6个月，但有的时候是前后各3个月，你在正中央，有没有哈？嗯。我一直看到这组牌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不知道是这个牌面的风格影响我，还是我觉得它有一个丰盛的欣欣向荣的火花的感觉。哦，即使是已经是休息的状态来它也不是停滞状态；即使是钱币5的状态，它也不是一个阻挡状态。哦，它只是一个遥望的。哦，它有点像是原本的权杖2到权杖3。哦，但是这一个的能量真的很像权杖2、权杖3的那一种分水岭的遥望的前进的那个方向，它不是阻碍，它在这里定义的，哦，只是距离而已。哦，抓出了那个时间轴，抓出了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的距离。哦，那大概一开始这个故事线是这样。来，我们来看这张哈。哦。是金币1呀，那看来我们刚刚说的没有错，他确实是要一个崭新的、全新的生活，崭新的向往，他要换一个新的了。他前面休息也没错，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要走的路，所以他要来你这里，确实是要换一个工作或是求学都有可能哈。因为他的物质、他的身体、肉体所处的脚踩的地面，在他的很深的海底里。哦，它的概念，我可以这样说，它原本是踩着海底的地面，它现在在游出来了。它在游，这段时间它在慢慢的浮出来，有点像是潜水很深度的潜水，踩到了它要的那个位置了，哦，那它现在要慢慢的浮起来，因为潜水没办法快速浮起来嘛，哈，因为那个肺的那个张力、压缩力要慢慢的浮上去，它没办法急速，所以它现在在这个慢慢浮上来，然后要踩到新的土地上了，哦，要踩到新的土地上了，这是他内在心里的那个概念，
他终于要浮起来，他终于要进入一个新的，他终于要呼吸他期待已久的新的空气了。所以他这个旅程就正式要开始了。他到踩了那个陆地了，他的这个旅程才开始，他这个对齐你的路才开始行走，才开始进行。节奏多快？什么？我没有看到他还没有到有节奏的东西，但是路出来了，时间轴有出来了哈。还不错，这牌一开始的进展就不错了。来，我们继续看哈。好，一样3张哦。这个是为了要挡住我的手，怕我的手跑出来。来哈，好，来抓前面一点好了。好。等等，我移一个位置哈，因为我怕下面到时候等一下就没有位置了。因为它这个镜头大小啊，跟桌子还是我特地思考过，让你们比较能够看到牌的全面啦哈。其实也可以再用更大的桌子拉远，但是牌片好小哦。我是先设定大家是用手机看或什么的，牌片好小，很可惜哈。尤其这些牌画的这么漂亮，每一组牌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风格哈，没有看到一些或是模模糊糊的，真的有可惜。来，先这样哈。命运之轮来了哈，命运之轮太阳来了。其实我觉得这2张啦，前面我觉得前面已经有交代了有交代了，让我把它强化一下，它内在的细节讯号怎么解释？它有点像是你看一些文章下面有写注释啦，有注什么说明的哈。那它这边就是强化，要我去帮你们说明说它这个旅程或这个哈。首先呢，他是考虑了非常久才往你这边来的，所以他对于来到你的世界、你的国家、你的领域、你的生活范围这一件事情是非常期待与慎重的。他其实没有预期他会遇到你，他没有预期他会遇到你，但是因为命运之轮的轮转，命运之轮在遥远的地方，在你这里在轮转，把它转进来了，有点像放风筝转，然后终于要转回来了。今天这一题有比较像是说，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他离开了你很久了，现在时间到了要把它转回来了。也有就是太阳的漂移，太阳的移动，时间上的移动，不是24小时的概念，就是说太阳的移动移到了你的上方。他是一个向往太阳的人，他会跟着太阳走，也就是跟着乐观走，跟着正面正能量的未来方向走。所以太阳到哪里照耀哪里，他就要去哪里。现在那一个热的能量在你这里，而且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的来到了你这里。这个是怎么解释？就是说不是随机的啦，你跟他的相遇不是随机的啦，而是他其实要来到你这个你的位置、你的空间的时候，他心里也有准备，想定下来，想要有交往的人，想要谈一场恋爱，想要找到稳定下来的人，能够稳定下来的人，也有这讯号哈。所以我才说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因为他内在浮现了一个成熟的热能、成熟的时间概念、成熟稳定了的一种意图，对外的意图。看准了某种他想要的方向，很多东西他都很确定了，所以他决定休息一下再出发，期待某种自己心里的动能。那他快等到了，快翻转了，我们前面讲，所以他要出发了。只是非常特别的是，命运之轮的转动是你这边转，不是他那边转。我这边感受到的方向感就是这样。
它不是一个让它启动的轮子往你这边来，不是推动它来的，它是被你这边的能量拉来的。好，我很难解释为什么我突然是这么说，牌面上没有这个理由，但是我一翻到它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这样子的方向感，我就直接跟你说是这个，好吗？好，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遇见你的时候，那一个特别的感觉，他会有一点点确定，他甚至心里会浮现极端浪漫的一句话，就是会不会我要来到这里，其实是为了遇见你？会有这种浪漫的词语会出现哦。但是这个词语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个人都讲这句话嘛。他会浮现这个，除了他的性格之外，他确实是还有感受到一种自己是被拉过来的。那这一个情绪，这一个概念，应该是有很多内在是他自己本来人生中也是偶然的觉得他是不是要来到这个国家，来到这个城市，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当他确定了之后，他就非常的肯定来这边是对的。但是他也许在那个过程中，他有点是被动的去选择，被动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可是他用他自己的理智去确定是这个地方，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心里有一种就是原来那一个被动，那个推他去思考这件事情的理由，就是为了来这里遇见你，会有这种浪漫的顺序啦，他不是突然讲出一个浪漫话要让你开心的，也是会让你开心，但是那个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他的主要核心感受，也不是他这整个脉络1、2、3、4、5、6、7、8、9、10到10遇到你的时候，他到10才有的一个概念，不太像是这个啦，所以，目前看起来这组牌阻扰你们两个连结的气息很薄弱，我甚至还没看到。有一点点阻扰的，就只有在保健室这个位置。可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远离他很远了，那已经不是在现在了，也不是在最近了，已经很久了。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到他，其实他休息嘛，好一阵子喽。表示他非常有自信，他可以休息好一阵再出发哦，表示他也做足了准备哦。他没有在闲着，他就在等那个时间到而已哦。来，好，圣杯6了哈，到这里竟然出到6的圣杯了哈。这边看到了一些小讯息，小讯息是，他偷偷泄露了一个人，泄露了某个让你们相遇的人，所以这边可能他在你所在的位置有他的老朋友，有他认识很久的人，那他认识你这个人，我看到了他连接两边呐，他出现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都是你们两个人的老朋友，所以他中间有一个媒介。这个讯息非常常出现哦，因为有的时候他除了邂逅或各种方面上，这一个讯息是最频繁出现的。牵着两个人的相遇，中间通常都出现了一个人，而那个人都是因为你们两个共同认识这个朋友，然后他就会出现。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线出来我会觉得很惊讶，会觉得很难得吗？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跟他是他的朋友圈，你跟他是你的朋友圈，没有什么目的会要你一次约两个不同朋友圈的人见面嘛？那通常都是因为有比较大的活动啦，参加婚礼。参加生日 party， 或是参加一些什么课程、演讲这种，会不小心遇见，或是买演唱会的票，有人没来要补个位，也是有这种位置，也有这种不错的邂逅啊，也会有这样子，然后就认识了但是这个人很重要，他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告诉你说，请你明白，没有这个人，你们不会相遇，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白话，是这样。那
我只觉得看到现在这故事线的连贯，很像是一个已经编好的故事，它没有随机发展，它没有边走边发展的，该怎么说趣味吗？我觉得这里都整个变得安排的好好的。好，我看到它有，不过这对我来说，我是看到了一个稳定性啦，我是看到一个稳定性，而不是看到一种平凡或无聊。我看到的是稳定。好，我喜欢这种稳定。它虽然少了很多奇妙的邂逅，但是我内心是支持这种稳定，因为它所带来的相遇是一种温和的，温和的遇见。好，然后它这个相遇会有一种内心的火焰燃烧起来，然后会慢慢的才知道烧的这么炙热。它没有很快，它比较慢。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它这里它到你这里之前，它的火能量似乎有用掉很多。它后面是借助了太阳所带来的温度，而不是太阳所带来的火能量。太阳所带来的温度，来让它探索新世界。可是它之前的火能量才刚用光一阵子，正在重新来。所以它遇见你之后的新的火能量是要慢慢的再浮现出来的。所以你们遇见之后，你们的一开始的交往跟相处，其实节奏蛮慢的。它不快，它要慢慢的进行。来，我们再往下看哈。好，来，好，看得到吗？然后看一下，要到这个位置哈。好，那我只好把它们推上去一点。抱歉哈，然后整理一下画面哈。来，好，顺便让我喘口气哈，让思考喘口气。哎呀。好，看到两个跳跃，整个节奏感不太一样了哈。我跟你说，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从前面我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深思熟虑、情绪稳定的人。但是他遇到你之后，他有一种中二的气息跑出来，这点倒很可爱。他有一种突变，他有一种转变，是他自己也意料不到的一种情绪从他内在跑出来。因为没办法，愚人牌跑出来了，愚人牌出现什么？愚人牌出现他在关键时候的大转换，而这一个大转换是他所渴望转换的一种新境界，表示你的出现启发了他内在一个新的人格。什么人格？他之前闭锁非常久、压抑的潜在的超强热能、超强疯狂。我并不是说他遇到你就变得很疯狂了，没有啦。他遇见了自己的新的生命力啦，或是他遇见了自己内在真正的生命力，所以他要重新开始。他其实来到了你的世界，来到你这个区域，他其实一直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意念，但他一直没有那么强烈觉得为什么要重新，要怎么重新，重新是什么？那什么向往？那什么感觉？我该向往吗？他那个时候是他那是有这样子的。所以他在遇到你的时候，他心里这个讯号浮现的非常清晰哦，非常清晰哦。那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他一感受到这一件事情，他就立刻调整好了。他没有适应期，钱币2，他没有适应期，他立刻调整好他所处的现实跟他所之前所生存的现实有何差别？如何转换？他立刻就能调整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挖掘的是自己内心的新的生命力，那个不是陌生的生命力，而是他本来就有，只是他一直没有拿出来，或是他本来就一直在借用这个生命力来去做很多事情，可是他一直没有很善于把它用得淋漓尽致。那他遇到你的时候，应该是有某种碰撞、某种火花，把他这样叫醒了。但是因为他的本能、他的能力，他对于控制情绪、理智的那一面，
他没有慌，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内心的疯狂是长怎样，而且他非常期待这个内心的疯狂出现。他本来没有想到会出现，但是他感受到这个生命力，内心的新的生命力出来的时候，他就非常期待他能到达什么样子。那这个燃煤、这个助燃器，或是这个媒介让它烧起来的媒介，是你的出现。好，所以慢慢的你们相处，他会跟你说，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但他也没有因为你而改变。但是因为你的出现，触动了他蛮多全新的东西。好，还有一个点是，他有所谓的从很远的地方换来这里的一个转换，他的周遭所有的环境的人事物地、空气、呼吸、闻到的、看得到的、听得到的，都是一种全新的冲击，加上你的出现，所以他才会有一种新的能量跑出来，因为他已经处在一种新的、很新的样子的蓄势待发的出现了嘛。然后遇到你的时候，竟然是这种新。我跟你说，他这边，火的一，土的一，都已经有一种要重新了。结果来了，这是一些愚人牌，就是告诉说，不是重新啊，是新的旅程。不准你带着行囊，不准，只能带着基本的全新。你要跨越出去，你要跳出去。他内在并没有一个命令，但是他的本能知道，我想要跳出去，我想要去，这样。所以遇到你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很多层的新的东西，不是只有新的环境、新的世界、新的你或什么新的他，还有非常多的新的感觉。然后他在感受他们，他不是在适应他们，他非常适应，他在很丰富的感受他们，所以他会跟你说，他不太像以前，你们认识之后，他跟你说不太像以前，因为他确实不像，跟他要出发前我们所看到的牌是不像。好，来往下看。这边讲的是说，这边开始讲你了，他在希望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人会带来非常多，你自己没有期待过的成长。其实有点像废话，你当然会成长，但是我跟你说，他这个成长是你会对自己有所惊喜的成长。我们就打个比方，就说我怎么可能会开始喜欢露营了？我不是每天都待在家里的嘛，这是一种。第二是，我从来没办法坐着看很长的剧，我怎么开始可以了？或是看书也可以。它有很多你的新的启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他心灵跳出了一个全新的自己的新的能量之后，你在你的眼光里、你的目光里，你会看到，你会感受到，人其实可以这样子的转变。你也会开始想挖掘自己的可能，你的可能。这是你看你自己，但是他看你，他不觉得你已经非常特别了。但是你看你自己，因为你这么多年跟自己相处，你希望你才这一刻开始发现自己可能有什么可能。这跟潜力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可能性。他会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尝试，而且这一个人自己展现出的那一种精致的新的活力，会带领你去做很多事情。然后你会有非常多新的自己，但是你跟他的不同是，他很快就适应，你没有，你是比较充满不安的，知道吗？你是会有点充满不安的。你面对自己的新的改变或什么，你会有适应期，他没有。但是你会看到他没有适应期，而觉得不应该有这个适应期，应该要更坦然的接受、享受。这是他带给你的新的活力、新的契机。与其说他看到你产生了非常强大的一种能量，他改变自己，其实他是你的贵人哦。他是你的贵人，一种身心灵上全新的，你的专注力会再一次注意一下自己，因为他在你面前演示了一个非常好的转变，而且是一种自然而然庞大的接受力去做转变，没有适应期的，欣然接受的。所以相比之下，你会觉得你的审慎、你的思虑、你的没那么容易打开自己去全然面对新的事情的自己，是否
那些困扰都太多余了。你会思考很多这种东西哦，因为毕竟它这里出现的是月亮牌，它讲的其中你所得到的智慧，需要从你的不安跟不安全感培养出来的。你要奉献你的不安跟不安全，对未来对这种改变的不适应，你要奉献出这个能量，才有的启发。它没有啊，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你知道突然自然而然，他在这个休息前已经，其实他在这个休息之前他就已经启发完了，他才选到这个录取。所以同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启发完之后，你可能也需要一个休息，因为你脑内或什么各方面的价值观有所改，你累了，心思考累，你可能会有一个休息，然后你会可能会跟上它，或是学习它，有这一个大的成长转变。但你不会像他这么疯狂啦，需要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去你只会需要解决你那个不安跟对未知的小恐惧，就这样。你的没有很大问题，因为这边的能量告诉我说你的问题其实不大。为什么我觉得你问题不大，而是他的问题特别大？可是他的也不算是一种问题，而是他有非常多对未来的提问。可是他要对未来有所提问的时候，他是非常乐意得到答案的。你这边的是比较不一样，你是希望没有提问，不要有任何提问出来之后，你不想要知道有任何未知的答案，那些东西会带给你不安。他的部分就是没差什么不安，我只是想要知道新的未来的新的方向那是什么，我什么都可以接受，这是你们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哦。那它的出现也因为这个着眼点，你会看到一个扎实的与你不同的状况，却这么自在的状况，你会学习起来，你会被启发了。所以我才说它的出现算是你的某一种类型的贵人。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接状况哈，能量连接状况哈。来，有另外一组牌哈，好，这个。好，好，哦，反了，来哈，哎，这个我放在这里好了哈，因为这里没位置了。好，其实没有，刚前面这两个为何要连接，这前面已经有讲到了。他就是因为到了他的分水岭了啦，他人生的分水岭，然后他一定要去那里啦。只是这个里在讲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其实他是被你这边的对于爱情能量的风吹过来的，急风急速的，有力量的，但是一下就没有了。所以他当时有这一个转换的念头，是真的被这个风吹到了，然后他突然有个灵感，觉得我需要换一个比较遥远的环境去，完全不同环境去，一下子吹醒他，就一下子哈，恋人牌所带来的，在这一题这个位置完全没有，这里完全没有讲你这里怎么拉住他，只知道说你这里的这一个恋人牌的风能量吹醒了，吹了他一下，让他有这个新的思维转变，他还看到了自己。他才确定了自己有某种需要做出新的决定的一个分水岭。那一瞬间他知道了。然后6，觉得都出现6的话，只能说在这个位置讲相遇的话，你们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有一个很老梗的话，你会出现在你们两个之间呢，会有一种我们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你们会有这个很老梗的话出现哦，几率很大哦。而且你们的感觉还有一点点像是说，哇，你终于回来了的讯号，而不只是说认识很久，你心里还会有一种你终于回来了的感觉。这种感觉认识很久的讯号很特别啦，这是我。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在某种关键位置得到这一个讯号跟这个诠释，所以你们的相遇，也许你们在上辈子或什么就已经有很深重的关系了，
然后这辈子被拉了这么远，但终究还是要再相遇一次哈。那等到你们在更亲密的时候，在更接近的时候，在更了解彼此的时候，宝剑牌开始出来了。宝剑牌在诉说什么？他在说，你们会成为彼此有一种心灵上的竞争状态，有一种假想敌状态，好像彼此成长的有点快，好像彼此成为彼此最大的敌人，而不是自己哦。它有一种教学相长的概念，有一种并驾齐驱的斗争感，有一种比如说你是赛车手，不是你第一就是他第一，永远他是你最大的敌人，可是他也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也是你最亲近的朋友，因为你们能够这么并驾齐驱，能够永远都这么靠近，永远都在抢一样的胜负，表示你们其实是一样的人，很类似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大概可以抓到，因为我刚刚一直没有觉得你们是什么互补的能量，都没有。它确实是有一种远道而来，总算见到面的讯息，所以你们的契合度、你们的相似度其实蛮高的。你们的契合度、你们的相似度，只是心情上乐观的层次不太一样，对于乐观的展现的层次模式不太一样哦。你的悲观值多一点，但它的全然乐观又有点太危险。所以在这里，你们能够达到某种平衡跟提示，但不是互补，好吗？基本上有很多能量，你们应该算是相似的。我刚前面都像通常这种，看到后来都是叙事型的牌面的时候，很少讲到个人内在的时候，我在想，通常都会走向两个人是契合的啦。因为如果比较不契合，需要互补，需要琢磨，需要调整，通常执着于两个人本质的讯号就会特别多，牌面会特别多。但这就好像是在叙述一个我刚刚说的已经编写好的故事往前走，表示能量上、个性上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期待一下。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谁将要谁将要怎么讲？宠着你吗？捧在手心，捧在手心，我想不到，因为太类似了，这个词语是类似的。好，就这样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么希望给你一些未来方向感，多元的方向感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我们从选择2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把你捧在手心？好，其实大部分的题目都其实啦，方向感跟整个方向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上捕捉的不同时间点跟态度上谁对谁还是有些不同，都可以听看看。那这是第2号牌的朋友我们一样选出5张来看一下基本的能量分布结构是什么？来，对一下位置第2。是随机抽的，让你们看一下第3、第4我们就盖起来第5。慢慢来我说怕真的我一集一下就讲完了，还是慢慢讲慢慢来。来这个。好，火能量作为最中心的话，其实它还是一个温的啦。它这些能量其实还是一个温的能量啦，不是直冲的能量。这怎么说？就是让我再看一下风3的土我可以先大概可以抓一下它在你哪里，它有可能跟你的工作有关系。这个人跟你的工作还蛮有关系的，而且你还蛮常需要跟他协调跟沟通事情的。他不在你的工作以外的私生活里，他在你的
专业领域里面哦，那他是一个很温的人哦，他是个想法很坚持的人，但他的性格很温哦，他是个有能力、有才华的人，但他不尖锐，这是他的特质哦。你可以想一下哈、哦，他跟每个人讨论的时候，他又有一种冷感，是因为他坚持他的想法，可是他又有一种温的热情，你会看出来他对每件事情都是深思熟虑之后，发自内心的表达他的喜欢。哦，他的个性没有要去压榨别人，或是希望别人臣服他，他很愿意倾听，但是他更希望能够被说服。他是一个很温的人，对其他人非常尊重，跟大家相处也非常好。为什么？因为节制牌在这边出现了，在一个他的世界、他的王国的诠释，是一个协调能力，跟大家都有非常柔软相处的一种性格。可是火的皇后能量不能忽视，但是它不烫，它是温的，它有控制力，它能够掌握所有人。哦，它的能量还蛮强的啦。哦，那他的思绪是有秩序的哦，他的思绪是有方向感的哦，他很有，他说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他很肯定或是确定过的。哦，你可以想想会是谁哦，你附近有的人。不过最需要着重的点是他的某一种温的感觉，他那个温的感觉才是他的核心哦。哦，那个温的感觉是他的核心哦。哦，我其他讲的东西都是被牌面翻出来的一个深藏在他性格里面的小秘密，他有刻意让这些东西躲起来。哦，因为他其实是可以很尖锐的、很坚持的。也许他以前脾气有暴躁过，有比较凶，但他现在变得比较温了。我看到了节制牌里面的调和是一种调和蛮久之后所形成的一个样子，而不是本能，所以它是转变过的。也不能说他现在是比较成熟，而是他的选择之后转变成这样子是最好的状态。好、这一点给你提醒一下，让你看看找找看你附近有没有这一个人哈。好，我再看一下，因为还有很多秘密可以抓。这一组是有点玩味啦，他有一点点透露了，跟我透露了这个人的秘密，却又有一个小小的讯号告诉我说不要讲得太清楚，因为这个人跟你还蛮近的。因为我这边感觉到的讯号就在附近哦，因为这里看得到你跟他互动的频率蛮高的耶。啊，像偷偷说了他蛮多性格上的秘密了呢。好，我把整个讯号拉得再广一点啦。啊，他不一定是你的同事，不一定是跟你一起上班，但是工作上你会遇到他。近期吗？时间没有出现，时间的讯号没有出现，这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有这个人在你附近。哦，风水哦，我要修正一下，我觉得他不是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很确定的，我必须要把它修正成说他是很确定不会太过影响大家情绪的，有加一点这个东西。好，因为他的内在的水能量啊，他已经定下了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要温和、温柔、温的、舒适的。但是他其实只是用了水能量的相处方式来坚持他的想法。他其实自己内在的想法，你很难说服他。他期待，但是他知道很难。哦，他主导在内心的是他对于直觉的肯定，这个是他最强的一个本能。哦，所以他只要开口讲的事情，都是因为他内心可能
精神面跟理智面都已经确定好的内容，他会把它讲出来。他也有可能在表面上让你感觉到你说的话他有听进去，有可能说服他，可是其实非常难。好，这是在相处、工作上、合作上的事。那他原本的性格上，就是他希望能够保持一些，就是如果工作以外啦，个人他就觉得随遇而安啦，就大家舒服就好了。他后来会保持这个，只是因为我为什么在我们讲工作？因为那个金币山的讯号出来了，它已经框限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了。哦，不一定是工作，而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目标的情境里，他的性格是这样。但是回到他自己生活里，就只有自己生活里自己的舒适感而已，这样，所以他就不需要坚持那么多，或是不需要去着重在让其他人舒服，他只要在他自己生活，他以让他自己舒服最重要。哦，来，再继续看哈，哦，好吼，这一点也算是前面有比较说到了啦。他的这个两面性，这个没有一致而且对他来讲是蛮明显的事情啦。这两个两面性对他来讲是蛮明显的是，他是有认真划分出需要这两种样子。其实他没有划分出两种，他只是规划出另一个要跟人相处的样子。他有在忍耐，忍耐什么？别人的不善良，别人的不精准，别人的随便，他有在忍耐。但他更着重在不是事情的对错这么坚持，他也会坚持，但是他没有那么坚持，他反而会比较在乎，当事情讨论到对错的时候，比较偏向错的那一方的心情如何。他希望虽然要让对方知道是错的，但是也不能让对方被深深的伤害。要理智，要让对方舒适的感受到这是理智上的选择，而不是攻击人格和情绪上的。他很在乎这个他很在乎这个细节上的一些边边角角啦，他很在乎这个，因为他看事情跟看人看得比较长久。好，事情能达到他要的成果阶段，就 OK， 但不需要到破坏。他在这个性格上的柔软度是这样。所以回到感情上，我觉得他这一面不会拿回感情上，因为他感情上他就只要柔软，他就只要舒适。这种尖锐他不想放在感情上，他也不在乎在感情上要这么尖锐。他没有必要。所以他在工作上和别人合作上的时候，那一个比较多的坚持是非尖锐，已经是他想做到的最大极限了，不是他能做到的最大极限要记得这个差别是他想做到的最大极限，好吗？这是有差别的哦。牌面上其实不顺，牌面上其实非常复杂，但是在我看来，有瞬间剖析了他内在性格上的层次。尤其宝剑2的风能量确定了我对于他深层内在的两种性格的划分，内外分出来了，很清楚。所以你现在所思考到了他，或是你想到了我说谁，要记得那个可能只有30%的他而已哦。那个只有33%的他而已哦，不是全部的哦。那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生存能力，记得那不一定是完全的他哦。好，来，我们继续往下来，一样抽3张来看好，可以再上去一点好。
嗯，八火，嗯，我先讲钱币六，哦，嗯，你们这边又偷说了一个线索，你们的合作或什么是外来突然进来的一件工作，我不知道是 case 还是什么，它是一个额外丢进来的一个工作，让你们两个联系到，让你们两个合作到。那这一个连接，基本上在你们的关系建立起来是非常需要、非常要求仔细的，就这一份工作或者这一份合作，或是这个环境这样，哦，不是能够随随便便制作的一份工作，而且提出这份工作是变出这份工作合作的人，他有仔细的选择了你或者他要投入这个工作。好，细节我就很难说，我只能说你们两个的连接是一种合作的气息，我只是把它简化说，可能就是工作关系啦，但它还有很多各种合作气息啊。哦，譬如说要去办什么活动，必须找你们两个做，但这可能跟工作没有关，这只是额外的合作和额外的事情。或是要去旅游，大家一起去，可能有三拖不同的朋友一起出去，可是要有人规划。那你跟他是不同的朋友圈的人，所以你们要一起规划两边的人，然后就联系上。也有这种，但它不一定是叫工作。我跟你说，它是 work，它就是做很多事情的合作，这样子哈。所以你要寻找这个人，你可以先从你工作环境里面找，可以。好，然后再退而其次，往后慢慢慢，好像有什么这种，它这个裙带关系不是玩乐哦，好，是一种合作，大家互相帮忙的一个气息在哈。那这一个氛围、这个空间、这个事件是别人丢出来的，好，然后他们选择，至少你们两个要加入去讨论，要加入去合作，这样子哈。你可以缩小范围，你去想一下，呃，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或是现在已经在合作的时候，完全没有爱情的讯息出现。为什么？因为有一种速度感让你们来不及发现，那还有一种方向感让你们来不及发现哦。好，所以你现在没感觉到是正常的，因为现在这一个接触性质跟讯息，大多是为了其他的事情。不会立刻想得到感情上，会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应该会到，因为它是权杖八，它下一个进行，它要落下，下来要到那里，所以它到了那里，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大概就结束了或讨论完了之后，那一份情愫才比较容易出来。好，然后你们当下后来就比较能确定那一个什么契合点才会浮现出来。哦，在那个当下不会感觉到了，那个契合点才会浮现出来哈。只是今天你看了牌，有些人的讯号比较明确，或者有些人旁边的角色比较简单、比较少、比较明确。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想出来是谁咯，但那是因为你现在被牌面暗示了。可是其实两个人没有那一个能量出来，所以你想到了，或是你觉得是谁的时候，记得不要打扰哦，因为对方没有这个讯号，因为还没到。哦，权杖八的那个还没到，还没到后面。哦，记得要小心一点点，好，不要那么快，还没到哈，还没到。只是现在有点偷偷泄密了，可能是谁，或是谁了，然后他内在的世界我就帮你偷说了哈，这样子。那时间还没到，唯一的时间讯息出现只说还没到，记得哦。哦，来，好。呜，15了哈，嗯等等哈，你知道为什么我停了一下？因为它这里15本来是恶魔牌啦，它用下一斗印字各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有一点不同的讯号，所以我再确定一下我有没有看错哈，我再
重新倒数一下那个牌的顺序，我这样说，我是不是有看错？那事情上是没有啦，那回来我来看一下他讯息要给什么。好啦，如果要再深入一点想，你现在被暗示了，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你们现在附近工作环境合作，我就直接讲工作环境里，不一定要讲合作，反正你就自己确定一下哈，因为那从英文字翻来哈，就是现在这个工作环境里有一个人，其实让你蛮喜欢的，外在上、感官上是喜欢的，就先说这个，所以你很容易发现。但是这一件事情呢，不是只有你的角度跟你的也就是你的目光里，好，对方也有这感觉，但是是现在还是未来，还是已经有没有意识到不知道，但是我们都会说有感觉，通常这里捕捉到的有感觉都是好感已经出现了。那你会说我们跟很多人相处，当然都是会有好感的。不，有的时候只是平稳的和平感而已。你的跟这个人相处，就只是有一个和平的感觉，没有任何负能量出现，就只有和平的感觉，还没有到好感。我所谓的好感是还没有到你会特别去称赞这一个人，这样子。但是这个人，你已经有可以称赞他好的部分，已经有好感了。好吗？有这个差别一点点而已啦。我只是在帮你摸索一下会是谁啊？会是谁这样？那我再认真理解一下这一件事，因为我在理解他的时间序，因为这时间序是有 hook 住，就勾住了。但是以现在的状况是。没有察觉水能量的情况下，抓住了什么？这样，我只能因为这里的讯号连接断了，让我想一下，他到底要怎么？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崇拜感有在这里出现哦。可是这崇拜感的讯号，在我去思考这里的时候是断的，但又有东西连接哈。我目前觉得我没有找到那个连接，但我只能最基本跟你说，你们是彼此的菜，就这样，非常粗糙、非常粗鲁的形容。但是现在我能用最简易的形容，就这个，就这样。等一下我再翻翻看有没有别的。我觉得我要分别的牌，如果我要深究的话，但我觉得这一套讯息这里可以这样就可以了。好，好，这里上牌我先拿这些讯息就好了，我等一下再看看后面有没有。来看后面啊。好，对于我这种有对齐强迫症的人来说，真是有点辛苦，因为这些牌好滑哦。我已经用比较好会抓住的布了，但它还是很滑，还有更滑的呢。好，回来这里哈，好啦，这边透露了一些时间点，说你们两个要感受到彼此的喜欢跟超越好感的那种表达对彼此好感的时间快到了。它印证了权杖8的速度，它又加速了权杖8的速度哦。风生水起，风生火起。就是说，它这一股火焰也灌氧气进去了啦，生命力起来了生命力起来了。但只是因为这一个速度有点太快了，还在最后刹车阶段，但刹得很不稳。这个是要说什么？就是
有个能量在帮你们两个先刹住发现彼此有好感这件事情，因为好像时间还不到，不是说时间不对，是时间还不到。但是这个把你们快速送到彼此面前的能量很强，很强，但是有别的东西刹住了啦，哈。那一直有很特别的风能量在控制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的流动，它一直在强烈的感情流动中把它消弭到初始状态，就是有一点在把它控制在0点，让你们没有特别感觉到。所以可是你们常常在接触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一些特别的好感，但是一下就消灭，一下就退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能量在控制一个相遇的契机点，但还没有到，还没有出现，先等一下，不要那么快拿出来哦。这个讯号有，表示你们这一组有外力介入，有能量介入哈，有能量在打扰一下。用白话的方式说，我时常说这句就是等一下啦，时间还没到啦，跟前面讲差不多哈。好，来看一些好的部分哈，风哈，你们两个的相处未来性，因为这边有一些你们两个已经知道好感了，然后会有一些初步的相处的状况哈，又要用了我最喜欢的形容，就是你们两个的相处会有一种夏天里的微风的感觉。好，但是这个状态要在你们两个都处于一种休息状态的时候会感觉到，所以我大概知道你们两个人感觉到彼此的好感，有想要试着交往跟进一步的时候，会是你们两个心态上跟身心灵上处于一种想休息的状态的时候才会发生哦。所以比较忙碌的状态，像如现在或合作的这个情况里，一起工作情况里是不会发生的。哦，那份依赖、那份情愫，现在都被混沌了。没有那么清晰，但又有很急躁的能量在推着你们把彼此送到面前，有点太粗糙的营造你们的相遇，情绪感上的相遇，所以这里在控制，是一个极大的善意在控制的哦。所以他的出发点非常好，希望你们现在先不要遇到，这是为了你们好，是一个非常极大的善意在出现的哈。好，这一组牌很多讯号都给的非常简洁到简单，有点像是用小学生的用字给我的，所以能造的句子很少，很难造出一些比较内在丰盛的句子哈。这里就告诉你说，我们在帮泼冷水，在帮这个热情泼冷水，就是有一个能量在想要赶快把你们推到面前，但是这里就是说我们在泼冷水，这是好意的，是好意的在泼冷水。这样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来哈，他这边说，你们现在的能量一定要只有自己，而且现在的能量很需要去展现自己，把你最好的一面拿出来。即使觉得恶心、觉得无聊、觉得好烦呢，很虚假，这时候这个时候展现出来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是很重要的，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很重要，但是以这个位置来说，这是会有非常好报酬的一个时间，就是一个 bonus 奖励很好的一个时间点。你可能会感受不好，你可能会觉得做了太多，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我在想，他在讲的是说魅力啦，人缘上的桃花啦，不会朝你觉得负面的方向去走。所以现在展现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因为现在大家都处在一种好像很能欣赏每个人的能量的一个时间点哦。所以这边的提示就是多展现一下近期的自己，好的那一面，你所意识到的自己的好那一面，从很善良的一面去展现，因为它旁边是善良的牌嘛。这里所谓的所有建议都一定要趋近于
足够的善良出发哈，尽量展现你自己好的那一面。我想这个提示是对于你们后来相遇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加分效果，所以叫你先把它做起来。好，这里大致是这样。好，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的连接。讯号真的没有很多，但是有很多很可爱的气息来看我们两个连接的。我来用一个比较彩色的牌哈，用一个真的很滑的牌来看你们两个的连接状态哈。好，哎呦。好，好，这两张放中间啊。好。再放一张好了，好奇一下某一个位置。好，你们还没有发现彼此的好在哪里，还没有发现彼此未来相处上的美好在哪里，还没有，因为现在都还没有那个相处方式。但是你们的相遇，你们的遇见，是刚我说的是另外一个第三个人，他心灵上有一种他无意识的发现，你们两个很适合点，很适合什么？他不太确定，但他知道很适合合作吗？很适合一起讨论吗？反正他就觉得很适合把你们两个摆在一起。他的直觉促成了你们。我跟你说，你们两个有一个未来性的星星在你们两个彼此之间出现，但你们两个都没有看到，是这一个人看到了，他的直觉看到了，所以他的位置非常重要，他的眼力很重要。他是你们的贵人吗？我不确定，但是他是能看到那颗星星的人，你们看不到。但是这一颗星星是为了你们出现的，没有，这就是有时候会有这个讯号，但是后面的事情是属于你们的。这个能量的互助是这样子的。那你们后来的生活终究会被彼此的朋友跟一起工作这件事情绑在一起啦。你们的私生活跟工作会混在一起哦，记得这是你们两个后来相处的情况咯，那是你们的现实但你们后来会比较像是同一个团体，不是两个会一直长期合作，两个会一起成为同一国。虽然可能是服务的不同的公司，工作项目不同，但你们终究会是一国的，会是一个 team。看起来不像一个 team， 可是心灵上跟组织上是同一个 team。你们会有共同的敌人，共同向外发展，这是后面咯，他看到后面咯。但是他这里提醒的一件事情是，你们生活上其实是非常融洽的，但是你们不会特别去在意融不融洽，反正是很顺的就对了。是顺的，那会慢慢的，你们会慢慢的进入一个你们两个所认可的，美满的、幸福的生活方式。可是要慢慢走，还没到，现在还没有穿越，现在都还在一个初期状态，需要走很久才会到你们两个所认定的。所以他这里有在说，你们确定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一段时间会跟确定关系变得很模糊。会有点不太确定是不是，但是又觉得相处的还不错。这段时间会有一阵子，因为你们的公私生活、公跟私下的生活有点混在一起了，所以最后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冷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才比较想确定是什么关系。你们会比较慢一点，确定关系会比较慢一点，因为前面很多杂事了。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很简单，讯息不多，但是很清楚。总结一下，就是跟你有合作关系、工作关系的人里面有一个你的菜，
然后你们可能会有爱情的发展，但是彼此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因为感情能量还没有出来哦。然后到了一个安静状态、平静下来的状态的时候，你们的熟悉感会加重，然后会从私生活里面变得比较黏腻，比较接触比较频繁哦。就这样，然后后面才会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事情。哦，不是比较好的事情了，比较像是恋人相处的事情，才会往那边开始发展。那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有一下子没那么快，因为前面好几张牌都说还没到，还没到，不要急哈。也有点在偷偷在告诉你说，这边暗示了你，但不要去找。其实叫你不要想，但我觉得你们阻止不了，你们会去想了。想到了不要说破，不要去试探，记得哈，先放在心里就好了。好，就这样。希望给你一些未来的想象跟方向感哈。那么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嘿，接下来是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好，那今日的题目是谁将把你捧在手心哈？这是今天的牌，来，今天的牌哈，很滑的一张牌。好，今天的牌，我们一样哈，会先抽出5张来看一个基本能量的结构是什么哈，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来，我们准备来抽这5张哈。好，来，2号、3、5，来第4张一样先盖起来哈。好，这个开头，我个人认为挺不错的，因为它是从皇后牌开始嘛哈。那先不看其他牌，先不解释，我先直接讲这里。我给我的一个直觉是，这个人哈，后面带来的意想不到的丰盛感跟礼物蛮多的，都不是在你现在眼前或是你一开始看到的时候的样子。他会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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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的慢慢拿给你，这是他的个人爱情上的习惯。这也是他在一步一步确定他有多在意你的一个顺序。他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控制力，但他在控制什么？不是控制你，他想主导整个爱情里的情绪啦，他想主导里面的浪漫值啦。好，那我看一下了2张 crystal 的话，他会用一种非常有点乏味的生活方式来维持这个情绪，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是乏味，他其实蛮丰盛的。这个丰盛该怎么形容呢？他对眼睛所及的生活里的东西蛮挑剔的，他对于品味跟东西物质的品质有严格的坚持，他有他自己的坚持哈。那反过来，他在爱情里他会给你的，他会带你去吃的，让你看到的，他都会有所坚持啊。他需要那个品质，需要那个品质来干嘛？安定一下他的情绪，它是他的平稳心情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好，也是他努力工作之后的一种内心的平静。这边有看到他在那个疯狂的努力工作的情绪下，他需要后面这种平静哈。那用了蛮大的牌来压住这个生活上的质感，哦。可是其实他向往的是一种更高度的心灵上的自由自在啦。可是他还找不到，似乎这一个缺口就是他喜欢上你的一个重点哦。我这边看到他某种向往、跟某种期待、跟某种眼睛所看到的他想去的地方，是一种自由自在，如羽毛随意飘散在空中的感觉哦，是这种东西哦。
所以你跟他相处起来，你越是展现你的自由自在跟无所拘束，对他来讲是非常有高度魅力的吸引力的哦。记得这个点。那他会竭尽所能的给予你能够感受到自在的各种事物，身心灵的都可以，就是一种很 supporting 的状态了，不一定是物质的。虽然他对自己需要很庞大的物质品味来确定自己的所在，确定自己是什么，但是他对你，他其实放的蛮浪漫的，很像在晴天里的毛毛雨的飘散飘落的感觉。他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这种滋润感。哦，那不过他在这份关系里面的主导性还蛮高的。无论是他有没有表达出很强的控制欲，其实我觉得他没有表达控制，因为这里都是水能量在控制，都没有皇帝牌，都是最多就到皇后，就是水能量在控制的这个控制欲。好，不够强啦，都是一种自我约束会更强，但他更在乎的是相处起来的那个情绪跟美感哦。然后他有知道两个人相处要走去哪，要怎么走会比较好。他知道他是在感情上是非常有方向感的人哦。看起来好像很严格、很严肃，或是有的时候他会过于冷静，可是其实他对于两个人生活是非常有方向感的，他很决定哦。所以你会在他身上有看出一种好像有点浮夸、不踏实的浪漫感会出现，可其实都是他精打细算的一步一步要完成整个好的美满气氛的一种坚持啦，坚持。他自己也很挣扎，他其实不是土能量的人，他其实内在是一种水能量，就像我刚说的，在空中飘散的毛毛雨，舒适凉爽。他内在是这样，但是他要求他自己所要展现出来的生活的安定感，又要像土能量，所以他的生活会有土水混合的，但是土是被动的，水是主动的，所以它都会有一种软软的滋润的环境里，有滋润的、有营养的，能发芽出各种花朵的环境里，好，而不是硬邦邦的拿石头去阻碍了河流的流动的这种不同顺序哈。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也许会感受到很多规矩、很多原则，但是其实那都是柔软的。什么叫做那都是柔软的？就是可以讨论的。你可以展现你的需求的，你可以展现你的情绪的，在有秩序的角度里管理的情绪，这似乎有点冲突。但是这句话在讲的是说，情绪的表达是需要有明确目的跟从何而来，你要自己清楚哦，而不是随意的把情绪奔放出来啊，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再看哈。哦，其实这组牌我很喜欢这个牌了哈，我非常喜欢这组牌的，我第一次翻到的感觉哈，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有点开心哈，这牌在这里出现哈。那我喜欢他在这个位置，在一个很内心深处的时候出现的一个讯号，是告诉我说，他其实内在是丰富的，他没有寂寞，他可以跟自己玩，他心灵是很多交响乐的，很多音乐的，很多旋律的，他内在心里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觉得开心？他这里出现，因为我发现他不是个木讷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他也不是一个会约束你的人，他是内心是一个柔软温暖的人，而且是个很热情、情感很热情的人。但是他可能因为之前有些事情，或是他自己个性上觉得他很明确知道他内心是这个，可是他不希望这么奔放，所以他用很多土能量来约束他自己。所以这里的土能量其实本质上真的不是他，而是他训练出来的土能量，他为了自己训练出来的那个土能量。这该怎么解释？就是他给自己设了很多原则来约束自己，或是来展现自己的自制力。他很享受这份自制力，能约束自己的奔放。他觉得在这一个前后的
调整中，他觉得很舒适，这是他哈。所以跟他相处说常常会误会他有很多原则，很难相处，很多坚持，但其实不是啦。好，再更深更近一点，就会发现他柔软的一面、可爱的一面、丰富的情感的那一面，但没那么快没那么快。在他所包装出来，或是他所诠释的他的世界底下才有这个，但是他不会轻易让你发现就对了。好，这是初期，等到他喜欢你，跟你表达他喜欢的时候，你会立刻就发现这些柔软一面，他会拿出那一面来跟你表达。只是这一副牌，先5张牌要这么确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怕你误会了这个将要跟你告白的人，或是这个将要跟你在一起的人。好，我们再往下看。我又开始讲很快了，等一下是要慢一点哈。来，然后往上推一下。你要给下排的牌有一些空间哦。好，改一下。好，那出现了9个风了哈，999，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这里剖析了一些他心理上的某些东西哈。首先，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点过高，他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了，已经有点高到他已经有点自我困扰了。所以你的出现啊，这个讯号在告诉我说，你的出现非常重要。你的出现除了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之外，还能够瞬间让他松弛下来，让他松弛下来。因为其实这一副牌不只是讲他，这副牌其实有在代表了他心境上所能看到的你，你的出现、你的介入怎么影响着他，怎么挖出他的渴望。所以以现实来说，他其实给自己太多烦恼，主要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点太高。他希望能让别人觉得他是很好的，但他又要表现出一种他没有那么在意，可他心里其实蛮渴望别人的赞赏、认同跟看到他很好。他不需要听到别人直接的赞赏，但他希望表达出来是给别人这种反应。他不需要知道你们的反应，他已经预设好你们要这样子的反应了。所以他在诠释一个他这样子的自己。可是他最内心的那个东西，他渴望被人看到，你会看到。以今天这个镜射的角度来说，你会看到。为什么你一定会看到？因为你会看到他才会喜欢你嘛。在他的直觉，他还是有这份直觉，他的直觉能够告诉他你会看到，所以他会喜欢你。这是这个弹射啦，我觉得这个还蛮明确的。虽然这个是被我挖出来的东西，是他内在的那一个丰沛，但是如果看牌的人你们内在没有这么丰富，其实你也看不到他哦。因为他是一个所展现出来的讯号是非常复杂的人，一般人看他会看成复杂，但是你内在丰沛之后，你知道内在有所谓的多元、多选项、多面向。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的多面向，跟他的性格上的层次。但如果今天会抓到他，表示你看得到他，他看得到你。你们的这个丰富的质量跟丰富的项目是契合的，不是说只有丰富，而是这个丰富有所谓的分类啦，会有分类。譬如说，打个比方以今天图来说，譬如说，你跟他对动物、植物、大自然都有丰富的知识跟想象跟喜好，你们很难拒绝这方面的影像或什么，这就是你们两个的内在的丰富度契合了。或是有些人是对艺术、歌剧、建筑那一方面的，不是对大自然的，是这样子那刚好今天这一个内在的丰富度是你们两个能够互相发掘的，但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但是在他身上是被藏起来的，但你会发觉是有这个落差有这个顺序才让你看到他。其实主要还是让他看到你了。好。这2张牌，我觉得应该要讲给他听的。我希望这个讯号在空中意识传给他，就是叫他不要想太多，你已经够好了。
太要求自己了。有时候太要求自己会满意到开始要求附近的人，虽然他还没到那里，但是也差不多快了。我希望他不要这样哦。来，哦，8的，这张牌又出现了哈。这里再讲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讯息是，他在说，他希望你知道一件事情是，他现在其实是急速的要赶来到你面前显现出来。他不知道他是急速的感觉到你面前，可是以能量来推送来说，他其实已经快要在你面前出现了。所以以今天这一题来说，我其实找不到你们人的遇见点跟连接点或什么，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一种邂逅，或是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偶然的陌生人出现，我一直觉得他应该会有另外一个事情，他会被介绍。我觉得他很适合被介绍出来，所以他有可能跟你有共同朋友啦，然后他会被介绍出来，好，或是跟你认识，这是你们那个相遇的一瞬间。我目前看到最浅，我能够捕捉到比较具体的讯号，就只有这个。好，因为这一题好多讯号在诠释这个人。其实通常他会这样子诠释这个人，其实有一个重点是，你们两个应该没有那么合，或是你们两个是互补型的，或是你们两个是需要对方出现来开窍彼此的，才会在对于个性上有这么多的诠释，先让你理解，有点像是先做好功课，先预习的概念哈。那时间感终于出现了。他确实是笔直的往你这边是用冲过来的哦，所以他近期可能会浮现出来哦。那没有说他一看到你就会表达或是表达感情，这里没有说，现在只说他会往你这边来。我们等一下再看就看看哈。不过以我目前的感觉是，你们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个瞬间的火花，而是被慢慢挖掘的。主要是这个能量，它有一个很深的认知条件，它不是浅的。简单的，它是有点深度的、难的，需要认真去探索的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前期遇到之后，可能是会花一点相处时间才会发现彼此的感觉跟彼此的特别哦。这是3号牌哈，来，我们再往下看。好。哦，等等，好，我再看一下这个连。哦，转换了什么？它这里有一个转换了什么？等等，我跟你说，他好像不是笔直的往你这边要来了，而是他现在在一个找到一个发现你的分界点的路上，就是说，他好像应该要遇到某一个事件，让他突然转换了一下工作，转换一下住的地方，转换了一下，不知道，反正有一个大转弯。好，然后他现在在往那一个转弯的路口冲过去。所以转弯来再遇到你，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快。他这边在拉长，它变成2段时间了。所以我现在在转的是说，不是很近了。我刚说很近，这边要修正，因为这边发出来了。那他这里这个牌在这里讲的是说，这个转弯对他来讲是好的，不是对你们的关系是好的。他需要这个转弯喘一下气，他需要这个转弯找到新的方向，他需要找这个转弯来去摆脱他现在生活上或是想法上的困境。那这转弯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只能说他需要这一个分歧点。所以他在你来的路上，他需要经过这个转弯，所以他变成是2段时间，所以他现在还在他的时间到中介点，才能转弯，才能对齐你这个方向走来，所以他不会最近发生了，他还有一点时间哈，因为权杖10已经在那里了，他有一个负重感，他要背负着某些这些东西，还在消化中，还在解决中。不过这个好事是我们刚说
这里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困扰他很多东西，有些负重感或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刚刚说希望他能够轻松一点，有能量有在让他去到那个分界点，让他知道了，让他知道这个讯息有，然后他到了那个分界点，他就知道说要转换了，要放下了，要轻松了，不要被卡住了，思绪要简单化。好，那他到那个分界点之后，并没有停下来，确定现在往哪里走，没有，他就是一个被强迫要转弯的一个弯道而已。而且路都已经设定好了。他到那里的时候，他就会开窍，他会知道说啊，我要再更松一点，我要怎样回到水能量，不要再受到我自己创造的土能量来约束，我不用这么高度的自制力，我也不要那么高的约束自己。所以这里在讲的时候，他在遇见你之前，他已经转换成一个更柔软的人了。我觉得他这个点，他因为这个一直在告诉我说，你们会因为一个很棒的水能量的交错而遇见。所以他如果有太多的土能量这种坚持这种硬邦邦的东西的话，他会让你们两个错过。原来是因为他在来的路上会有这个转弯，他会更加的发现自己内在的原本的那一个真实的水能量，柔软的那一面，滋润的那一个能量，他会强化它，而且认知到它，而且会把它当成是他的主轴。到了这个感觉上之后，你们的预见跟你们的发现就会变得比较显而易见了，比较清晰了，比较容易了哈，比我们之前刚讲的这样子再更简单一点。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那这一个转弯是能量用一种非常高度的善意去强制放下去让它转的，有点像火车直走的时候，然后控制台就跟你说要转弯，它就变换轨道的概念。它有是出于一种外来的善意，而不是他自己内心发现出来的，不是他内心发送出来的善意。这里不是哦，这里有外力的介入，因为他的现在的能力没有办法创造出这一个转弯，他的现在的能力跟思绪只能用来面对他现在的思考上面的复杂性啦。所以他在遇到你之前，他必须有一个转变，这边有一个转变，只是我们现在挖的比较早，他不是挖到他转变之后才遇到你，现在挖到是他还在转变。所以这边要给你的讯息是，除了他这个人格各方面是这样，他有一个讯息是要再等一下。不是再等看看是要再等一下，这个等一下有一点长。如果说一段路是3个月，他可能到6个月内这个长度，你该感觉一下，因为他真的还在路上，还在转变，给他一点时间好，不过这么快就捕捉到这样子的性格跟内心，我觉得也觉得蛮意外的啦。通常我们都会捕捉到比较近的人，然后才有比较多的一种内在结构的讯息那好吧。再让我看一下，主要是因为这2张了哈，这2张都算是一个重量非常重的牌。原本他要讲的，他本来应该要告诉我的是你们2个遇到之后的一些难处，可是今天牌子只出来是只讲他的话，我就觉得他现在遇到了一种双重的困境，很重，思考不了，很需要突破，而不是陷入那个困境。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个宇宙的善意去影响他有个大转弯，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个事件让他醒啦。可是事件就没有办法明说什么，可是他就是有一个事件会让他醒一下。那如果没有这一个事件出来的话，那他可能还在绕远路还在绕远路不知道转多少圈才会看到你，还往这边来。但现在就是介入了这样子，主要其实是因为这个善意是要对他好啦，但我也意识到这个善意的介入。就碰巧的让他对齐你了，让他对齐你了，因为那个能量他修正好，醒来之后的能量跟你比较契合，那个比较好的水能量，比较完整的水能量，才往你这边来，但你们的相遇会有第3个人介绍没有他没有办法自己，他如果笔直来，没有第3个媒介让你们2个认识，他就直接错过，因为我觉得看得出来，他虽然非常自制力非常强，可是他内心其实对方向感、未来方向感是茫然的，所以他才要用很强的土能量去局限他自己奔放的感觉。因为他在这种不想靠直觉去生活、生存的概念里，他想要靠自己用理性的方式找到方向。可是其实他本身是一个精神能量比较强的人，其实他靠直觉会选的比较对，但是他觉得不会，但是其实他会因为他后来在遇到你的时候，就是因为靠那个水能量的直觉，你们才能看到彼此。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转换的能量有点把他打醒之后，其实就要告诉他、提醒他说，不要去成为土能量的人，因为你是水能量的人，差不多是这个讯息。好，所以这里也在教你们，记得不需要一直复制别人的好，因为你要发掘是你自己的好，让别人复制。转换，你要成为别人想复制的角色，而不是去复制别人的好在自己身上，因为最后你身上的好也是别人的，而且会让别人很难看清你是谁。你以为别人会看清你，可是其实在更深入的相处之后，底下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落差让别人不太认识你了，懂吗？所以不如一开始就先展现出最真实、最好的自己就好了。哦，像这里说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连接哈。来，你看翻一下这个好了。3号难，我觉得蛮难的，后面越翻越难哈，因为捕捉到了他的这个人的复杂性哈。你这边的讯号感觉像你这边算是准备好了，好像你已经准备好了，但对方还没，都没有讲说你们相遇之后的事都只有讲说他还在来的路上，而且他的转变哈，可能要在其他的影片之后才会再翻到哈。来，好，好，好，然后这个放这里，好。看近一点。好，先看一下比较遥远的哈，为了什么一定要那么相近哈？就我刚前面说，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偶然的转弯了，然后我们就对齐了。可是它终究还是有一个目的性，还是会有一个能量的连接。它就算非常细微，好像还是有一个任务。我觉得它听起来还是有个任务，所以它用宝剑6来说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让它往你这边走来啦。哦，那这一个过程是有许多的修正，对他的个人有很多的修正，所以也不是说你的存在不重要，其实你的能量跟它的连接是有一点点让它拉回正道的概念，所以是你的能量牵引它拉回到它比较像他自己。其实也不是说因为他的能量已经调整到比较原始的他自己才会遇到你，而是你的能量正在把它拉正，他需要发现自己比较水能量的那一面，再遇见你才对。好，那只是这个部分有点辛苦啦，没有任何人能帮他，然后他要遇到比较多的思考上的烦恼，他也需要遇到不止一件事情会让他改变。其实这个转弯是一个大转弯，但中途上会有非常多他自己的认知上的一种改变。怎么样的改变？他可能会变成一种比较严肃、比较有自制力的人，会变成比较松弛、比较懒散一点，因为他想要更多的自由自在的空气。这跟我们前面讲的不太一样。前面讲说你可能会遇到他说误会一个人非常有原则什么的，其实他的内在是柔软的。可是我们后面翻到的是，他遇到你，他已经变回比较柔软那一面，或是改回比较柔软那一面。但是有一件事是，他一直以为原本那个有土能量约束的自制力的是他真正的他。他要在遇到你之后，是在遇到你之前的一些事件，他才会认知到说原来不是，懂吗？哦，他有这个瞬间。今天讲的他都比较多是他的故事哈。然后出了很多宝剑哈，只能说他这段旅程啦是没有感性可言啦，都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蜕变啦。他需要这一个蜕变跟这个修正啦，他会在这一步一步慢慢的发现一些事件之后，他才发现说他讨厌理性。他讨厌自制，他想要那种水能量靠直觉，他想要直觉，他不想要风的严谨秩序那些，他不想思考那么缜密，他想要松弛，他想要粗心一点，他想要懒散一点，他慢慢会发现这件事，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的工作能力或他的表现能力，他只是心情上他很向往这个，只是他现在不想承认，他不想说，然后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前，会有很大的改变，会很大的冲击就是了。那这边有讲到之后了，终于有讲到一点之后了。
你们相遇之后相处会正式进入我刚刚说的那一种太阳天里面的毛毛雨，会这2张牌诠释的完美无缺。太阳天里面的毛毛雨，这是你们相处的样子，你们相处的气息，就讲这样子而已，没有别的。只是到这个位置，确实是还有一段路。我看得出来，从这里到这里，确实时间其实拉得蛮长的。它没有急速，它没有急速下来。即使有了权杖8，但是它的急速不是那一种把它立刻运过来的。它是一种叫它快一点，快一点成长，快一点改变，快一点修正。不是那种往你这边加速过来的速度，不是哈，有点宇宙人家说快一点，快一点，你再不改变要等到什么时候的讯号比较多。好，这就选择3号牌的朋友，这一题真的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哈。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其他讯息要在其他的影片中，我觉得还会再挖到。今天有，我不知道今天，因为我今天算了好几盘，我有点忘记是哪一组，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组，反正今天我也有挖到一个，我大概2个月前有讲过的一个人，我觉得讯号几乎雷同，但是有讲到他有进化的状况，有改变的状况，是上次没有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像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他更前面的了，但下次再找到这个类似的或这个人的时候，也许我会找到的是他已经转弯之后，刚那个大转弯之后的那一个比较水能量的他，都还有可能只是看那个时候的直觉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组牌。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那就这样哈。那这题有一点点难，但希望还是给你一些不错的方向感哈。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